大家好，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如何在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提高你的中文口语水平。其实我现在在上这个中文小班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是鼓励我的学生去说话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他们在说话，他们说的更多的话，因为我需要让他们去练习自己的口语。其实在这个状态下，我所起的作用不过就是引导，不断给他们提问题，然后呢给他们有一种定心丸的作用吧，就感觉好像老师在这里，我就可以畅所欲言了，我就算说错了，老师是会给我改正的。所以其实更多是心理层面上的这么一个作用，当然有一些技巧性的，但我觉得更多是心理层面上的这么一个作用。我是不是在自断财路啊？大家以后都不想跟我上课了？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我所发现的，我所了解这个语言学习的秘密，我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我希望真的是大家能把这些东西落实到生活的日常当中。大家不可能指望就一星期跟我上一节课，你的中文就能突飞猛进，是不是？这个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所有东西还需要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那么是否在没有中文老师的帮助引导下，我能不能练习提高自己的中文口语水平呢？特别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朋友不习惯去和别人沟通对话交流，当然我们明白，就是和别人沟通对话交流的时候，这确实很有利于你的语言成长。但是又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条条大路通罗马，它未必就是必须不断通过和人对话，你的语言水平才能提高。关键是你付出了时间和努力去做了，你做的这一部分才是真正能让你提高的，而不是想我先给自己设定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可能会阻挡我前进，因为我没有这些条件。那么起码你是有自己一点时间，对不对？你既然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了，想把它学好了，你起码每天是能抽出10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对不对？其实我们很多人呀，过分的在意自己啊，我万一说错了，我自己和自己说的话，我说错了，没有人给我纠正呀，那我是不是就一条道走到黑呢？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在小时候学习自己母语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你说的所有话，你父母都会纠正你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对不对？而且我自己身为一个7岁孩子的爸爸，我回想了一下，在我儿子学会说话这个过程当中，我根本没有纠正过他任何语言上的问题，我就任他去说。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就是抱有孩子一般的这种去练习语言的态度，说去就完了，对不对？但是同时我觉得有一点，孩子们比语言学习者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听，输入的特别多，海量的天量的输入，每天不断有人在他耳边说，所以我们其实能发现，就是那种他周围的亲人、父母呀、外公外婆等等，他们是话比较多的人呐，这种孩子他能更早的学会说。为什么？因为其实输出的基础在于输入足够多正确的这种语言，你其实在你脑子里已经慢慢形成一个体系了，你知道什么是对的。这个时候哪怕一开始的时候你说的未必是对的，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知道对的是什么，我错了，我意识到了，我可以下回再调整呀。比如说今天我说了一句话，这个动词放到了本来应该放到前面，我放到了后面，但是下一次我听到我的父母和我说了很多回这个正确的方式之后，我在下一次或者下下一次我肯定会改过来的。所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不断去说。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我说什么呀老师？练习口语的话，一个人和自己说话是不是有点傻呀？而且关键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来到了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方法。其实我分享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自言自语。但自言自语应该说些什么呢？这个其实和我的教学理念是相关的。我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
更多的是关注他这个人。这个人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他的性格，他的喜好，他和别人的关系，朋友、亲人、爱人，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点点滴滴。所以我希望教我学生就是以他为中心发散出去的很多很多点，就像很多触手一样。语言其实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去表达这些东西，去诉说这些东西。所以我会鼓励我的学生去说这些东西，我会给他们提问，我会提前给他们准备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它不是死板的，就一定必须问这些问题，而是不断去挖掘他们身上的点，让他们把这些点说出来。这些其实在他们脑子里是很清晰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其实没有想到应该去说这些东西，他们以为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说。所以我现在总结一下，怎么落实这个方法呢？就是回归到你自己自身上面，回归到你自己身上，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去诉说。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所以我们愿意展现自己。那么你就想着你面前有些人，或者你想一下自己有些分身在你前面坐的时候，你怎么去介绍自己，介绍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且我的喜好是什么呢？我的朋友是怎么样的？我和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什么样的爱情经历？这个爱情经历一开始是怎么样的？中间经历了什么？最后是否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或者什么事情让我特别特别开心？什么事情又让我特别难受？这就是我的情绪。这所有东西都是绝佳的语言练习的点，话题。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提前准备一下，提前给自己准备3-5个问题，然后每天一定要坚持，每天抽出10到20分钟去这样不断练习，去说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建议，就是去录音，把自己说的话录音，说完之后再回头听一遍，你其实能发现啊，很多人其实会低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其实中文不够好，我应该听不出其中的问题所在，并不是如此。你脑子里其实已经有很多正确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你甚至不知道它存在，因为它可能躲在你脑袋里的某一个角落里，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你去说的时候，假如你说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说错，你再回听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好像这是错的，因为在你脑子中那个角落里那个正确的说法，在听到这个错误说法的时候亮了一下，它提醒了你，你这是错误的表达方式。那么下一次你可能就改过来了。当然我认为学习语言你能和一个中文老师去练习，或者和一个中文母语者练习是很好的，但假如你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管是经济上、时间上或者老师上，对吧？你找不到和自己很匹配的、很喜欢的老师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东西先落实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呢？自己日常生活这个其实才是学会语言的关键所在。我们日常生活怎么去做？因为每个星期1节课其实是有点少的，1节课最多小班课的话是1个半小时，但是有同学不可能1个半小时都是给你说的，我还要说一部分的，对不对？所以综合到你身上可能也就是20分钟左右说话的时间。你假如把20分钟左右说话的时间复制到生活的每一天，那么你每一天都在进行这种练习，你提高的速度肯定是优于你1个星期只上1节课，1节课20分钟而已，对不对？